大家好，欢迎回到北欧老吴的频道。今天是会员专享的周末漫谈。那么我们今天继续之前的看图说话。今天这一课是教你炒股票56，530印花税当日行情图解。在禅师的文章中有一些文章是有插图的，那么这个第56课就是有禅师插图。但是呢，在我最近做的这个看图说话呢，我们主要用的是这个萤石陪你禅中说禅这位师兄或师姐他在知乎上做的这些图，这个版权是这位师兄或师姐的，我们只是借用过来，一个偷懒儿跟大家一起分享。那么这个530事件，了解中国 A 股行情的都知道这么一个事儿。我们先在分析禅师解这篇文章之前，先看一下当时530的这个图形是个什么状态，然后我们再这个读禅师的这个文章。那么这个我们把这个530这一天给它标出来，我把这个画图软件给它调出来。好，画图软件出来了。那我们看一下这个，530这一天呢，当天这是2017年5月30号，就这一天，一个我们看裸 K，非常非常这个 K 线组合是这样，这有一个上影线，然后 K 线实体很小，有一个下影线，对吧？是这么一个状态。还有点夸张的就是它这个第三元素大幅的跌破第一元素，就是这个顶分型。我们说这个顶分型是一个非常强的顶分型，对吧？那么我们看它之前，从这个530之前，那么这个 A 股其实从998起来的，998这个点位也是一个很有名的点位，一个低点，是在05年6月份形成的。那么从05年6月一直到07年5月30号，这都快2年了，这波牛市已经跑了快2年。下面日线上这有一个中枢，这里有第二个中枢，然后这一波全都是 C 段，这一波全都是 C 段。按照我们模型里面来说，两个中枢之后有 C 的可能都是尾段结束了，对吧？但是没想到它这个 C 段涨得非常强，这就是在530之前这个 A 股的一个走势。那么530当天发生这个事儿，是怎么呢？就是中国财政部在凌晨的时候突然上调股票交易印花税的税率，它当时的税率是1/1000，然后上调到3/1000。这个消息虽然说上调印花税，确实是这个对股市来讲是一个负面消息，但是呢，它这个发布的时机非常的这个有意思，被当时的这个，因为它什么呢？它是选择在凌晨发布的，就是被市场普遍解读为政府坚决打压过热的这个股市的一个决心，而且呢，发布在凌晨，也是为了避免消息提前泄露，对吧？导致一些内幕交易，并最大化的其那个政策冲击的，达到一个政策冲击的一个效果。所以说，这个530也被那个戏谑的叫为半夜急叫，因为它只是发布在凌晨的。这些当时的股民也是充满了无奈，当然了，也很多抱怨，对吧？但是呢，这个530事件从530之后连跌了基本上一周，这个跌幅还是很大的。我们测一下，将近20%，非常短的时间之内，指数这是 A 股指数哦，指数跌了20%，当时很多个股全部腰斩，全部都是腰斩的，所以说还是非常凶的。股市里面杀起来的话是非常凶狠的，那么也给当时的那些股民，嗯，达到了一个风险教育吧，让他们这个深刻的体会到这股市，这个不仅能够赚到钱，但是呢也会很快速的亏钱。
这也是一个政策式的一个威力。所以说，炒 A 股你必须要看新闻联播，就在这里，所以也比较有意思。好的，那么呢，回到这个我们的这个文章里面看一下禅师是怎么分析那一天的，对吧？那么这是在禅师文章中比较不多的这个插图，这是上证指数，然后它这是 K 线图，然后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跳空缺口，它这个 K 线就是1分钟的，就是1分钟的一个图。然后那个这是这位师兄或师姐他做的一些这个，当时禅师里面都是用这个曲线，没有用 K 线，跟这个不太一样。然后这个文字，这些文字啊，都是禅师的这个文章里面的文字，我们来看一下。本 ID 一大早7点不到就发帖提醒要在第2、3类卖点把仓位减掉，很高兴看到不少人都能发现9点48那个第2类卖点，9点48。注意，为什么同时强调第3类卖点呢？因为有些特别弱的股票可能就是一个第3类卖点。大盘的走势是一个平均走势，而且当天比很多个股都强，所以大盘是个第2类卖点，并不意味着个股也是第2类卖点，对吧？因为那个指数嘛，它是一个综合的。然后我们再继续看，因为529那天虽然30分钟明显进入背驰段，虽然30分钟已经进入背驰段了，就这段，但由于当天尾盘是高收的，因为收的是基本上收在最高点，所以用区间套定理并不能确认当时就是背驰了，毕竟还有第2天的走势。而晚上突发的消息或者凌晨突发的消息，使得这个背驰被立刻确认，对吧？因为当天开盘是一个跳空缺口，这时候第1类卖点已经不可能在实际操作中存在了，那么这个位置就是第1类卖点。那么唯一可以进行操作的只能是第2类或第3类卖点。所以说这是这个禅师的这篇文章的这个第一段，我们继续往下看。那么这个时候开始分析了。禅师说，在第2类卖点后，从第2个绿箭头开始的 B 段走势，这是 B 段、A 段、C 段，其力度就要和缺口那一段来比较，就是现在要这个比较这个下跌的段的这个力度，因为它出了新低了，看到没有？这个出了新低了，所以这个时候可以来比较力度的，其力度就要和缺口那一段来对比，比较 MACD 上2个红柱子箭头指的绿柱子面积，就是比较这段这个的MACD 的柱子面积。但是呢，因为它这段下跌里面有很多小的这个结构。那么你那个在比较缺口的时候，比较这个 MACD 的时候，你需要把它，这不是只是这段吗？你需要把它所有的在0轴以下的这些面都加起来，才是这个小 B 段的这个 MACD 的这个面积。所以这个点要注意，是把所有在0轴以下的这些面积都加起来，才能跟前面这个比较。注意，第2个要把前面3个小绿柱子的面积也加上，对吧？所以说把这些都加上之后。可以看出，即使这个后面的力度也大不过前者，由此知道 B 段构成了盘整背驰。所以你在看盘整背驰怎么来这个有没有背驰的时候，我们或者我在直播中经常用到的就是用这个扩展器黄金分割扩展器来看它的这个空间，对吧？比如说这个 B 段的空间比 A 段的空间小，那么它也是背驰。那么用 MACD 辅助的话，就是看它的柱子面积。那你需要把这些小的柱子面积全加上之后，再跟前面这个比较，还是小的，说明 B 段盘整背驰了。所以这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你在当下，就是还是跟你的交易周期有关系。虽然说它的这个交易周期是1分钟的，但是你可以用在你的交易周期上，60分钟、30分钟、日线都可以，方法都一样，对吧？方法都是一样的。此外，C 段的高点，这是 C 段，高点在这个位置4122。C 段用 C 段下方对应的 MACD 柱子的面积高度对比，不难用背驰的方法判断。就是说，这个 C 段的内部它有结构的，对吧？这2个高低点我不知道有没有接触上，如果说有接触上的话，就会构成一个小中枢了。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比较进入段跟离开段就可以了。
那你能看到后面这段明显比前面这段的一个柱子面积是小的，所以说 C 段内部也出现了背驰，到了这个 CL22，因此 A、B、C 三段就有重叠了，对吧？这就是 A 段、B 段、C 段，那么有重叠了就会构成中枢了，因此构成一个1分钟的中枢，区间在4087到412。这是禅师用这个精确的一个文章给大家分解了一下，对吧？怎么能够在这个二脉的时候出逃，或者说，如果你是个股的话，可能是一个三脉，因为它是一个，因为它这个是1分钟图，所以说这是3笔的话就构成了一个线段，对吧？那就是一个这个这有区间了，这个有那个什么了，有中枢了，或者叫有类中枢了，这里就是一个走势类型。那么这就是如何找二脉的这个方法，在这种非常低级别的图形上，我们继续往下看，还有些更细致的地方，其实还可以说，例如 C 段的高点没有重回 B 段内部，没有回到 B 段的那个所谓的 B 段内部是这儿。你看小 B 段下来的时候，这个小 B 段下来的时候，它有好几个小中枢，这里有过一个重合的，这里有一个重合的，这里有一个重合，最后这里还有个重合。但是呢，它每一段的就是最后的一小段，这个反弹的不够明显，因为它是1分钟结构嘛，所以说不是特别明显。因为在 B 段内部最后一段向下并没有背驰，它这段向跌的时候没有背驰。如果说你去比较这个如果说算成一个小中枢的话，这个进入段跟离开段是没背驰的，对吧？它的转折完全是小级别转大级别构成的，这就是小转大了。小转大如何操作呢？其实就是用二买来这个介入，这一段不是没背驰吗？所以说你这个反弹就是刀口舔血，因为你如果出的不及时的话，它又来一段。这个其实我们在分析中是经常分析到的，就是这个第三段或者离开段跟进入段比较没有背驰，这个反弹尽量是不做的，做的是二买，对吧？如果说再次回落不能够跌破前面的这个低点或者一买的话，那就是二买。所以说小转大可以用二买来抓住它，完全是小级别转大级别造成的。这自然就不一定能够回到第一个反弹的启动位置，对吧？因为它是小转大要造成的，所以说这个到哪儿的话，要看这段的内部的一个结构。而在 B 段内部，从绿柱子一个比一个面积大，就知道前面的向下都不会形成盘整背驰而使 B 段结束。我们看这个小 B 段的内部，这是小 B 段，然后看它这个柱子，这个柱子的面积在0轴以下的话越来越大，发现没有？所以它是没有背驰的，因此就可以当下的等待最后跌破 A 段的低点，因为这些所有的下跌都没有背驰，那跌破这个 A 段的低点，也就是4087，就是大概率了。所以你一定要等待它跌破之后再看大的结构上有没有背驰。这个例子说明，一个大的盘整背驰的内部结构完全可以不必有该级别的背驰，就是这在1分钟上这个是没有背驰的。完全是可以小级别转大级别的。昨天图上就有这样一个标准例子，对吧？这就是他说小级别转大级别造成了这个反弹。再看这个还是这个图，但是呢，这是在附录里面的，只是在这个文章之后，这个禅师又加了一些。明白了上面的文章，今天的走势如果都不能把握，那就要继续加班学习了。昨天4087到4122的中枢，也就是这里。今天一大早，它上冲没有触及4087，你看到没有？它就是这里上冲没有触及这个中枢的区间，所以就构成了该中枢的第3类卖点。最后3波下跌，与昨天的 B 段比 ，B 段在这里，也可以比较它的面积，明显背驰，对吧？这个柱子的面积跟前面的这个所有相加的柱子面积的话比较，它是这个弱的，明显背驰。其内部最后一波在1分钟图上绿柱子明显收缩，所以内部出现背驰，也就是这3段它的这个
两个比较的话，是后面这段是有背驰的，所以内部也背驰了。根据区间套就可以当下定义10.02分的低点，也就是这个10.02分这个低点，你如果说一直盯盘的话，是可以在当下能够分析出来的。好的，那么的话，这就是第56课530印花税当日行情的一个图解。禅师用一个非常小周期的一个图形，很精细的分析到了你在当下的时候是应该等待啊，还是应该进场啊？然后它的任何的转折为什么出现转折，都给详细的这个分析了一遍。那么还是这个因为带图嘛，所以说还是非常有作用的。还有这里最后一波在1分钟图上。绿柱子明显缩短，所以内部也出现背驰。就是还是建议大家自己仔细的通读一遍，这样的话对你操作其他的这个股票图形，那么可能会有更多的一个心得。我们看我们这个平时做的这个复盘，那么下周的话，因为本周过去的这个经济数据就是 PCE 数据了，但是 PCE 数据跟这个预期都差不多。那么下周的话，因为周一的话是美国是假期 Labor Day，那么只有4个交易日。那么周二，制造业指数，然后 ADP 数据，也就是小非农失业数据，对吧？然后还有原油数据。周五的话就是这个最重要的这个非农数据了。非农数据在周五出来之后，盘前，那么周五这个非农数据，又是一个肯定是数据引起的市场的一个波动。那么还有下周。就是这个 CPI 数据，然后再下一周应该就是这个美国的利率决议了。所以说这个非农数据还有这个 CPI 数据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么只要不比预期差太多的话，那么9月份降25个基点基本上就是定下来了。好的，我们继续往下看一下我们要分析的这个品种，先看一下标普。因为这个8月份已经过去了，我们先看一下这个月的这个，因为8月的交易已经结束了，我们看一下这个，把这个图形给它恢复过来。好的，看8月份，那8月份标普是上涨了1.9%，对吧？我们先看这个裸 K，非常健康，走得非常健康。从这个，因为这个特朗普的原因造成的这一波下跌之后，1、2、3、4、5连涨了5个月，而且这一波的上涨，很多机构是踏空的，对吧？因为当时这个跌得太狠了呀，都看熊市了，都看这个3500去了，3600去了，就是这波的上涨很多机构是踏空的，后来可能是开始往里追吧。但是现在已经连涨了5个月了，那么我们看一下，在月线这个大周期的话，没有任何的这个衰竭的迹象。想要衰竭的话，必须要出现月线的大的顶分型，对吧？那么就看下一个月，9月份是要出现一个包含关系的顶分型，还是包含关系的 K 线，还是说能跌破这个8月份的低点，那就是这个利率决议了，对吧？如果说利率决议不出意外要降息，那么看一下市场的是否能够消化。那么因为在这个9月份就是这个9月底，或者说10月初就是这个财报季了，所以说9月份更多的可能是一个等待状态。如果说这个利率决议没有什么大的变化的话，再就是一些地缘政治上看有没有一些什么消息出来。整体来讲的话，9月份可能是延续上涨的可能性更大一点，但是这都是预测的，都没有什么意义。就聊天的时候说还行，但是你具体交易的时候，一定是根据当下的这个结构的。我们看这段是月线上的一笔，我们看一下它的内部结构。周线上这个结构我们已经非常熟悉了，3491一个中枢，两个中枢，高低点没有接触，趋势上，对吧？现在就是围绕第二个中枢在震荡，或者说一个回撤不回来，形成一个3买，然后继续往上走，或者说是拉回来，那就是继续中枢震荡。如果说砸的比较狠，砸破了这个中枢，一个反弹不回来，那就形成3卖，对吧？所以现在就这么几种变化，比较小，比较少。
这个变化因为尤其周期比较大，所以说它这个变化一旦出现变化的时候你要注意。那么本周的话是收了一个十字星，我们看 K 线。收了一个十字星的一个 K 线，一般十字星是容易出现在，这个底部或者顶部的。那么出现了一个十字星，就看下周是不是要选方向，对吧？下周如果说4个交易日先跌破了刚刚过去这周的低点的话，就会形成周线的顶纹形。那么看它是不是要延续出一笔来，然后延续出一笔来，回不来还是3买。所以说下跌回调，永远不是你去割肉。你去这个割肉的这个位置，而是找位置看能够进场做多或者加仓的位置。所以说，上涨的时候不是你去追高的位置，而是说看一下它的那个内部结构是不是衰竭了，是不是应该减减仓了，对吧？所以说一定是把握这个大的节奏。我们来看这段内部，因为现在周线上也是没有周的顶纹形的，看一下它的内部。那么这个内部结构我们也是非常熟悉。在直播的时候也经常说起它，4835，这是进入段构成中枢离开，就是小 B 段，小 B 段现在有可能是结束了。为什么有可能呢？它的内部已经挺饱满了，2个中枢了。虽然说高低点有接触，是一个扩张型的一个中枢，但是也不影响它这里有回撤，而且现在已经出了这个日线的顶纹形了，而且是这个顶纹形还是一个比较强的顶纹形。我们看一下裸 K，对吧？我们所谓的强顶分型，就是这个第3元素一定要跌破第1元素的低点，这就是强顶分。弱顶分的话，就是这个第3元素收盘之后跌不破第1元素的低点，那么这就是弱顶分。强弱区别就是它的这个象征性，或者说更可能强顶分是回撤回一笔的。但是你看这里。也是跌了3、4天，并没有形成回撤一笔，只不过就是说这个时候你要小心一点了。而且我在过去这周的直播中也说，它这个内部开始饱满之后，你这个位置小周期可以适当的减一减仓的是没有问题的。所以说在标普的话，就注意这个下周能不能够回落出来一笔，回落出来一笔，针对这个中枢还是3买，你也可以用黄金分割测一下。黄金分割这些位置一样的是一个偷懒的方法，就是一个十字路口红绿灯。到了这个位置，你还要根据当下的路况，看它的内部结构是不是快速下跌的，还是说它走的非常纠结，已经走了2个小中枢了，到了这个位置，那肯定就是基本上能够回撤就结束了，可以形成反转，对吧？所以说这个位置只是我们一个你要想精确一点的话，可以看一下这个。就模糊一点的话，可以看一下黄金分割，但是精确的话，你需要看它的内部结构。好的，这就是指数。我们再看一个这个有会员朋友们的一个提问，应该是上周这个分析，但是给忘了。那我们拿到今天来，就是一个 IWM，就是这个小盘股的一个指数，罗素2000。那罗素的话，我们看一下大周期上，大周期上也是挺有意思。大周期上现在的周期是月线，这里有一个大中枢、大中枢、大中3个大中枢。第1个和第2个中枢高低点没有接触，这是一个趋势上没有问题。第3个中枢和第2个中枢是有接触的高低点，对吧？那么这是一个升级之后的大中枢了。那不管这些，就看这个第3个中枢围绕第3个中枢在做中枢震荡。所以说，从这个低点171.73，这也是反弹，也够一笔了，也够一笔了，还在做中枢震荡。我们现在关注就是这一笔内部结构，因为这个小盘股本月是涨了7%多，还是非常强的。小盘股指数啊，罗素2000涨了7%多，看一下它的内部就是171以来的。那么这个周线上还是一笔没结构，看一下日线上，那么日线上就有结构了，这是171以来的。这是进入段，然后开始震荡做中枢，然后继续上去，然后在这里继续做了第2个中枢。高低点有接触，扩张了，对吧？扩张之后升级了这个中枢，那么可以继续往上走，在这上面再做出来一个大的中枢来，跟它的级别一样，那就形成了2个中枢之后，看它是不是结束，或者说把这个中枢震出9段来也可以。那这样前面就变成进入段，然后继续往上走，就这个9段升级之后，看它是不是要选择升级往上走，对吧？所以说这就是一个后期的一个演变。那么针对第2个中枢，我们关注有中枢之后，你就找最后一个中枢的位置，对吧？
那么现在是尝试离开这个中枢，但是呢，你看它走的这个3个 K 线并排，然后这里也是不太这个凌厉了，是不是要回来了？顶分型也出现了，对吧？那么回来之后，是不是形成这个中枢的小300，还是说直接拉回来继续做中枢震荡，对吧？就是这些这个变化，你也可以测一下，对吧？有了这些位置之后，找这些位置，结合内部结构，用双触发，对吧？有底分型之后，再看它的内部结构，这样的话你的精确度就提高了。好的，这就是这个针对这个 IWM 罗素2000。那么，因为时间还有一点时间，我们可以再分析几个现在市场关注度比较高的，看一下比特币。比特币的话，在周五我们这个做直播的时候分析过，它的这个下杀呀，现在我们看一下裸 K，它已经跌破了这个120天均线，对吧？但是这个如果说能收回去的话，但是它这个张口张的有点大，快面线的张口有点大，那么现在还没有这个，就是什么刹车的力度不够强，刹车的力度不够强。那么它这个底分型前面是形成过几次底分型，底分型，那么这里是尝试过形成底分型，但是也被打掉了。所以说现在明显的底分型还没有出现，想要转折的话，必须要有底分型，在日线上还没有出现底分型。那么在它的内部结构，我们之前在周五的时候简单说了一下，就是它的30分钟，就最后一段吧，就4小时上是有一个结构的，进入段构成中枢，然后离开，就是4小时的这个离开呀，它的内部是有结构的，就是30分钟上，我们当时分析的时候是基本上在这个位置。那么它是一个1、2、3、4、5。我当时说这个因为它的这个第5段走的太急了，那么需要再一个6和7的时候才有可能形成中枢。那么不出意外，也形成了一段，而且跌出了新的低点。所以说这个位置，如果说你能够做这个期货也好，或者说其他的话，是能够参与这一段反弹的，因为它是出现了一个7浪衰竭的这么一个结构之后出现这笔反弹。那么现在它也有这个30分钟中枢了，底下有这么一个中枢，那就看它对这个中枢的这个力度能不能够快速打上去，对吧？冲一下，在30分钟上也有两条均线，120和这个200。冲一下之后，看一下，如果说能够比这个进入段不背驰的话，能不能在这里再形成第2个中枢，甚至再往上突破这个200均线，对吧？这个打上去的力度就比较关键了。如果说是很弱的，脱离不开这个的话，那还要继续往下走。所以说，针对最后一个中枢，看它逃逸的速度是逃逸的力度一定要强才可以。就整体来讲的话，比特币也好，那个以太币的话都差不多，图形都差不多。现在看不到拉升的力度，这是针对这个比特币。然后我们再看这个看一下黄金吧。黄金的话还出现了一些变化。黄金这个大周期上我们都知道了，在日线上的话，我们看从这个1810。1、2、3、4个中枢了。那么第4个中枢，我们之前是数过它的段数的，1、2、3、4、5、6、7、8、9段升级了。那么9段升级之后，前面的所有都变成进入段，所有的这些都变成进入段了。那么看升级之后，它能不能够继续往上走，再次突破这个3500这个最高点。这个也是力度要这个强的话，还能够继续往上升。我们再看一下它这个在月线或者说这个周线上大周期上，那么从它也是更大的周期上，也是一个离开段。现在看的周期是季度上，下面有一个季度的大中枢，这里形成了季度的第2个大中枢，高低点没有接触，是季度图形上的一个趋势上大周期季度图啊，一个趋势上的一个离开段，就是 C 段。那么 C 段内度就是现在季度上是1笔，月线上是3段。1、2、3， 3明显没背驰，然后我们又分析了第3笔，也就是周线上，这是1、2、3，这3段是这个月线上那个。那么在周线上的话，这一段没有中枢，它的所有的回撤都不构成中枢，所以说还是1笔，周线上还是1笔，然后就到了日线上，我们刚才看的那个4中枢。1、2、3、4，但是第4段升级了，所以前面全变成进入段了，所以说它可以继续往上生长。所以说这个黄金的话，这是韧性非常强啊，
可能也是因为这个要降息了也好，还是怎样刺激了它。但是呢，比特币并没有走出，或者说这些虚拟币，因为比特币不是说是 digital gold 吗？说是指这个数字黄金，但是并没有像黄金这个力度那么强，所以说这一比较你就能看出来。那么我们再简单的看一下其他的，英伟达的话，我们在周五直播的时候已经说过了，在这个80.62的话，这是一个1、2、3、4、5浪之后，或者说7浪也可以，因为这里这个二买的话是比较明显的，这是2、3、4、5、6、7，也是七，对吧？7浪衰竭，所以说不论怎样，你都不应该追在这个位置，也就是说财报那天都不应该去做这个追涨的这个动作。那么现在又回来了，周五的话出现一个大的这个，砸下来，现在是跌了3.32%，对吧？那么这里是要形成中枢了，形成中枢之后再看，那么不能够非常快的往下走，如果是快的往下走，那么直接就走万向。如果这是一个比较跌破168.8之后能够停顿一下的话，看能不能够弹一下，这个弹就关键。这个如果说连这个你也可以用黄金分割看一下到哪个位置，如果是反弹的非常弱，那这个快速下杀的话，那这个反弹一定要抓住这个二脉，对吧？所以说再慢慢再跟，现在这第一笔还没完成呢，就是针对这个英伟达，然后 Palantir 也是周五我们也说了，这个里面现在小周期上是有那个中枢的，也就是说它从66.12的上涨还没结束，对吧？也是可以这个下跌没结束，因为它现在是一个中阴段，这是在一个中阴段没有方向，它必须要选方向，要么往下走，要么往上反弹出一笔来，所以说它是没有方向的。那看一下1小时上是有中枢了，从最高点下来之后，1小时开始做中枢了，所以说这个是一个收缩区间，看它收缩区间之后选面方向，选出来一方向突破前面这个高点，那就形成了一笔反弹，这就是日线的一个反弹。那么这个位置就是日线的一个二脉，你要注意了。它如果说弹到这个位置，需要做减仓动作，因为你下面你不知道是快速杀下来，还只是一个盘整背驰状态，对吧？所以这个二脉我们一定要去应对，这是针对这个 Palantir。然后这个特斯拉的话，也有朋友在直播的时候问过，但是特斯拉呢，它现在是处于一个相对的，收缩整理状态，也是这么一个区间，并没有太多的方向，对吧？没有大行情，整体来讲就是没有大行情，在做区间震荡。你能够去跟踪它的话，手里有仓位，慢慢跟踪它，就打短差就好了。上去力度不够强，减一减；下来了力度弱的时候加一加，就是这么一个加减仓的动作。这样的话，你的成本慢慢就能降下来。我们最终的目的还是为了降成本，对吧？你持仓成本够低的话，你这个持有的信心就比较足了，因为它，比如说一天跌个10%，你还是不亏钱的。你只要不亏钱，你持有的这个信心就能强一点。我们再看这个 Coinbase，Coinbase 的话，也有朋友之前在问，就是我们看一下，它应该周线上是有一个潜在的2、3买，看 Coinbase 这个结构。这是起涨点 A 中枢 B 中枢，对吧？这是1、2、3、4、5、6，这才6笔。如果说能拉回来的话，只是第7笔。但是呢，现在这里是有潜在的出现3买，就是回不来的话就是3买，还能够反弹一笔，甚至是再打新高也可以。就看这个3买能不能够结束在这个位置，对吧？现在就是我们要看的。现在这个回落也够一笔了，看一下日线上3段，一个明显的盘整背驰，对吧？打掉了前面的低点之后，你就要看是不是有背驰了。那么这出现盘整背驰之后，现在这笔反弹弱，现在这笔反弹弱。如果说也是一样，它也是在一个小区间里面在这里趴着，对吧？它主要 Coinbase 跟这个虚拟币啊、比特币这些有关系，因为 Coinbase 是大家都是在上面交易这个虚拟币的，所以说如果说虚拟币面那边没有行情的话，那么你可能交易量就没有那么大，因为它主要是吃这个交易费的嘛，所以说它现在也是趴在这里。那么它如果说往下沉的话，那可能要再继续沉一沉到200天到120天这里，这样的话它的内部就相对饱满了，有进入段，有中枢，有离开，对吧？这个结构就饱满一点。看它出现这个之后能不能给一笔反弹。那这笔反弹你要看前面这个小低点，这里如果说构成中枢的话，反向中枢上不去力度，这种叫有力度，你这种是没有力度，它可以继续往下砸，然后出现2个中枢之后再结束也可以，对吧？所以现在这个就看它之后是怎么选择，怎么生长。
最好还是不要跌破这个120天和200天。你看它这种大的中长期的一个均线呢，它就反映了这个中长期持股的这些人的这个意愿，它一直回落都没有跌破这个位置，看是吧？这里是跌破过一段时间又拉回来了，拉回来，然后只要能在这两个长期均线之上的话，那么这个都不会太坏，行情都不会太坏。你看它这里一旦跌破之后，就在这里趴了多长时间，对吧？2月份一直到4月份都在趴在下面，趴了2个月。所以说这种2个月的行情，这个是很难受的呀，因为它是已经跌破了一个中长期的一个均线。那均线的话是一个辅助判断，我们用这个大周期的均线的话，就能够看到一个中长期机构的这帮人的一个心态。我们再看这个 Circle，也有朋友在问，我这里有好几个这个都是次新股，就是上市不久的，我们管它叫次新股。那这个 Circle 的话也是跟这个虚拟币跟这个稳定币，它是稳定币的第2大发行商，对吧？它的这个，但是呢，它跟 Coinbase 它的很大一部分盈利，是从 Coinbase 那儿的，所以说 Coinbase 分走了很大一块 Circle 的这个盈利。那么，但是它图形上，现在我们看结构64上去之后，开始在这里做中枢，然后这个中枢还打了一个离开，其实这个结构就构成了这个周线上的这笔下跌。看一下周线，那么周线上是一笔下跌，我们之前是测过这个回测的这个力度，我们把这个起涨点设在它的 IPO 价格，IPO 31，我们从31开始测的话，从这个最高点一个回落，刚好是卡在了0.018，现在是在0.018附近出现了这么一个潜在的能够停顿的一个位置，对吧？因为这是31那边持有它的一个，已经跌到0.382，这是因为反过来了，所以说就是0.018、0.382都是一样的，这个位置最好不要跌破，或者说不要在它那个下面很深的位置。如果真到这个位置的话，那基本上就要去这个前低了，就是这个开盘之后那个最低点。所以说这个位置还是，这个最好不要有效跌破它。那现在有希望回来，那么这个回来的话，现在是已经有4天了，再有1天就会出现一笔反弹，那就是这个反弹就非常弱，对吧？因为它这个反弹连这个我们看一下这个黄金分割。这个反弹的0.382在149.28，但是周五收盘在132附近，还是非常非常弱，必须要有力度才能够到，起码能够弹一下到这儿的话，也不会太坏。那么这里回不去这个中枢，还是3脉，看它是不是要快速杀下来，还是只是一个很缓慢的盘整背驰。那么这个位置是可以进的。如果说快速杀下来，你是不能进的，那么还要等待一个五浪。所以说，整体来讲，这个图形上表达的是还是弱。然后再看一个这个 bullish，也是虚拟币，它主要是啥呢？就是针对机构的，它跟 Coinbase 其实是竞争对手。Coinbase 主要是针对散户，那么 bullish 是主要针对机构的这些人，在它这上面就是量比较大。那么它这个也是，最高冲到了118，然后从118直接就那个回调了1周，然后弹了3天之后继续跌。那么在日线上的话没有结构，看一下1小时上有没有结构。30分钟上的话是带一点结构的，我们看，尤其是这段回落，从这个72，就是这波上涨还是很强的，从56.38涨到了这个70附近的话是涨了30%，接近30%。那么接近30%之后，它又开始往回落，这里在30分钟上构成了一个中枢。那么这里有进入段，这里可以当成一笔反弹，然后就是一个3段，开始有做这个中枢了。有中枢之后开始走离开，对吧？现在看这个离开，我们看这个面积的话是比前面的这个面积小的，就是根据我们刚才禅师那篇文章，我们也知道比较什么。离开段虽然说面积小，但是呢，这个离开段现在没有，就是说明显的要弹一下的这个意愿，所以这可能就是一个阴跌状态，现在是属于一个阴跌状态。你也可以从这个用扩展器比较一下力度，可以先从这个最高点，因为它这里这笔反弹严格定义的话是不满足意义的，不满足定义的，所以说这里做进入段的话，
对吧？那这样就有3段了。这3段57是这个灯比例的位置，那么57还在这个56.38最低点之上，那就走到这儿的话就非常弱了，对吧？基本上就是一个微转，就是反倒 V 了。那么到了这个位置，看它能不能够继续弹上去，是不是能走反向上去？所以现在的话就是一个大周期的一个震荡，虽然说。下跌的这个结构复杂，说明跌的时候有意愿、有反抗，但是呢，它是一个慢慢下跌的一个状态，没有明显的要改变现在下跌这个趋势。所以说你要做多的话就要小心一点。如果说有这个反弹情况的话，看有没有底分型弹一下回不去，还是三卖，再看它之后的一个结构，对吧？是针对这个 bullish。然后再看这个 CRWV，也是这个朋友们关注比较多的，因为它是主要是英伟达对它进行了一个大额投资嘛，对吧？而它也是做这个数据中心的，所以说，之前这波涨的是非常非常牛，30多涨到180，400%多，还是非常牛。然后之后开始回吐，毕竟这波涨得太多，它把它的这个后期的这个利润都给透支了嘛，把它这个结构。那么跟刚才那个 bullish 结构是非常像的，还有这个 circle 也是，你看 circle 这个也是一波上冲，然后回落开始做中枢，还没结束呢。然后这个 bullish 的话是30分钟上是类似的，那么到这个 fake 这个 CRWA，它也是 core wave。也是一样，上去一段然后开始做结构，看看做成一个中枢之后，看它是不是往下走。所以说这段反弹要注意，你也可以用黄金分割，潜在的测一下它的能够到哪里，对吧？到了这些位置之后，你要再看，最好是能够突破124，当然了，那就希望去突上去，就是3段背驰之后，它可以直接走反向，当然也可以在这里把结构更饱满，做中枢，然后看它是不是选择离开之后，就有进入段有中枢，有离开，对吧？这个都没有办法预测出来，都需要我们一天天去跟踪它。但是现在这个整体来讲的话，你看这里有一个小中枢了，次级别小周期上，但是后面的话还没有出现3根 K 线的一个并排，所以可能再往上冲一冲，看能不能到110、120，对吧？到了这些位置之后要注意，你要先减一点，防止它走离开，这就是你要把握住这个仓位的一个调整。好的，那么的话，我们周末就分析到这里了，再见。